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之前跟大家讨论过了所谓的自恋型人格，还有可能哪些人有自恋型人格，又或者是你的父母可能有自恋型人格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，如果你在跟自恋型人格的人交往的时候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频道跟心理有关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对于心理疾病或者是心理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，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有大概做一些笔记。我们之前呢有讨论过所谓的 NPD 或者是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他们的一些诊断的准则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到我们之前的影片来观看。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你最常会发现的一些行为征兆呢，就是他们可能会非常的自大，觉得他们需要特殊的待遇，被认为他们是 VIP， 又或者是呢，他们非常的 entitled， 然后需要很多很多的关注跟赞美。那这些是常常在跟 NPD 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的，又或者是他们很容易会利用别人去达到他们想要的。那你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想一开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完美，他们很难去想象有人会不喜欢他们。那他要怎么样让你去喜欢上他呢？所以他们的一个策略吧，就是他们会 love bombing。我们之前有一个影集也有提到所谓的 love bombing，那他们那种轰炸式的爱情，就是不断的在找你，然后让你觉得你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注，另外一个人的关心，然后让你觉得 you are desirable， 得到对方很多的关心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他好像真的很喜欢我。而他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得到他想要的，就是让你对他有所关注，让你喜欢上他。所以这是他们在一开始追求或者是一开始喜欢上对方的时候，他们很常会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 love bombing。还有哪一些症状是我们在跟 NPD 的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呢？例如说，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，在他跟你的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他就会觉得你应该把他摆在第一位。他们其实自我是非常脆弱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一些拒绝，或者是不把它当做 priority 的部分，他会没有办法接受，甚至会因此很生气。所以当你试着对他划下界限的时候，他会甚至把他对你的那些关心啊、关注啊，或者是对你的那些好完全收掉，就整个翻脸不认人的状态。这是他们还蛮常会做的一个行为，就是完完全全翻脸这样子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可能就是 self importance， 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而且他觉得你应该觉得他很重要才对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 lack of empathy， 就没有同理心。你会常常看到他们对于别人的那些情绪啊，或者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会伤到别人，或者是已经伤到别人，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所谓的同理心，他不会觉得他伤到你，他不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坏事，他完完全全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，只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？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那种同理心，所以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反应，然后甚至觉得你不应该有这些情绪反应，你所记得的事情是错的。所以你在跟这些人格疾患，甚至是最多的是 NPD 的人相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会 gaslight you。如果对于 gaslighting 就是煤气灯效应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影集有介绍，可以去看一下所谓的 gaslighting 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到底会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，OK？ 接下来有一个部分，我会发现自恋型人格其实还蛮会控制对方，因为他觉得你是我的。讲简单一点呢，他觉得他就是把你当成是你是我的奴隶，就是爱情的奴隶。他会觉得你应该是归我管的，所以他会很限制你应该要怎么做，应该要穿什么，或者应该要吃什么，或者应该要怎么样做这些事情。然后他会变得非常的控制欲非常的强，因为你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就觉得他有权利把你管住这样子的那种感觉。然后，所以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很常常的去越界，就是跨越界限，然后去干涉你的生活日常的行为，包括你的食衣住行、穿着各方面的都有。第四个就是他们比较容易会有剥削的行为，他对你好，
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他希望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目的，所以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其实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是他的爱的奴隶，所以他会觉得你为他做事情是应该的，所以他会不断的让你去为他做些事情，为他付出，然后甚至他会有一些情感勒索，就是让你觉得说你不为他做些事情是你的错，然后会让你有一种罪恶感，因为他会不断的说，我对你做些什么，我对你做的是什么，然后我为你付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都不会为我想，怎么这么一点小事情都不会对我付出之类的。所以他们在跟你相处的时候，会不断用各种方式去让你不断为他们付出，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OK， 他们就是非常的 entitled， 然后又没有同理心，又很容易就是不断去剥削别人，去达到他们想要的。第5个呢，就是他们的情绪变化很快，就像我刚才说，如果你有试着跟他们画一些界限的话，他们对于拒绝是非常的脆弱，所以如果你有试着对他画下界限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拒绝我，又或者是你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，你怎么可以不在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马上接，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所以他对于比较健康的一些社交上面的界限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的。那你就会发现他们从一开始很开心，马上变得很生气，就是一瞬间的那种情绪的变化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，会让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呢，好像就是如履薄冰的感觉，你会觉得随时都害怕他是不是会生气，然后他是不是会怎么样。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被情绪勒索、被情绪控制的感觉。Sense of entitlement。第6个呢，就是他们其实会很容易会觉得自己就是得到一些东西都是应该的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对我好是应该的，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，又或者是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得到所谓的礼遇或者是特殊待遇，然后别人应该把他们当贵宾看。那所以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人来对待的时候，他容易生气，甚至就是 resentful， 就是埋怨或者是怨恨这样子，就会觉得你们这些人都不懂我的美，都不懂我的好，都不懂得欣赏我的才能等等之类，就会有那种埋怨。那像我们之前有提到，就是不同种类型的自恋型人格呢，这种就是比较像是 convert narcissistic 的人会做的事情，我这么优秀，你们居然都不了解我，那他们就会很生气，就是人家没有去看见他们的好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把他们当成贵宾来看，或者是把他们当成最好的人来看。第7个就是 lack of accountability， 就是他们其实是不太会负责任的人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他们常常会画一些大饼，就是下一些非常美的承诺。那他们可能就会说，哦，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盖一间非常大的房子，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生活，又或者是呢，等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baby， 然后有我们自己的小孩，然后怎么样，开始跟你画大饼。那尤其是女生，有一些女生呢就比较容易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谎言，又或者是呢，她会说我要带你去最美的一个地方去旅行，然后你会有最开心的一个回忆。压力就是很多这种画大饼的这种事，但是其实他完全没有心想要去做，所以呢，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只是去讲了这些很美好的事情，来去让你变成他的人，来去让你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去把你圈住。然后当你跟他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些承诺完全没有实现，倒是你呢为他付出了不少。然后就一直不断为了他所画的那些大饼不断的在付出。他会跟你说，你再努力一下，我们再撑一下，你现在再多付出一点，我们以后就可以有什么样美好的未来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你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以上这几种呢，就是当你在跟有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比较容易看见的一些行为。所以如果当你的另外一半有出现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，maybe that's a red flag。那也许你要试着去看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开心，还是你觉得你好像有一种被情绪勒索、被情绪绑住，然后在这一段关系里面走不开的感觉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一样我很建议大家，当你有一种很困惑